我的主要的一个研究方向的一个分支就是和植物体内离子转运有关的一些蛋白的一些功能的研究。那么可能有一些和钠离子有关，和钾离子有关，还有和镁离子有关的这些可以说叫做这个 transporter 这样的一类蛋白的研究。那么在这个技术没有出现之前呢，我们可能就利用这个原子吸收的这个仪器去测定那么这个植物体内这个地上部还有地下部它这个钠离子啊、钾离子还有镁离子它的含量变化，来推测这个蛋白在植物体内是如何对这些离子进行吸收和转运的。那么呢，它这个常规的用原子吸收的，它只是从量上去体现这个就是体现这些离子它在植物的地上部和地下部是如何分布的，然后你根据这个钠钾比啊，或者这个某种离子它在它地上就是根部和冠部这种比值来给出推测，给出什么样的推测呢？就是说这个蛋白它是如何控制这些离子在植物体内是如何运输的啊，这是从量上去看。当这个 NMT 这个技术出现的时候呢，可能就给我们了一个新的一个思路，就是说除了我们从量上去看，那我们利用活体细胞来看这些离子，它在一方面是跟原子吸收是吻合的，它是一个量的对吧？量的变化，另一方面就是流速的方向，那它是从细胞的里，就是在细胞里是从外往内运呢，还是从内往外运？它就是给你了一个很直观的这么一个数据，一个 data。所以通过这个技术的话，我觉得就能够解决，比如说像我做这种转移的话，我就能知道我给它施，就是在一定条件下，我能看这个植物细胞里面这个钠的，包括钾的，还有镁的这些离子，它是怎么一个流速。这样的话，你能够判断出这个蛋白它是在植物细胞里头到底是怎么转运这些离子的。所以它可能从另外从更高的一个层面，对这个做离子转运体这个蛋白就是转运功能的这一类蛋白的功能的研究呢，进提升了一步。如果您也想将您的 NMT 心得体会、成果专利，甚至您与 NMT 之间爱恨情仇故事，向全国研究者分享，欢迎联系中关村 NMT 联盟010-8262-4800，或发送邮件到我们的邮箱。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咱们下期再见。